今天朱镕基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我想这位在经济阵线上奋斗了一生的老人，看见今天中美经济之对比，人民币国际化之步伐，应该是会感到欣慰的吧。这位带领中国经济这艘大船穿越过1991到2001年最风高浪急这10年的顶级舵手，在离开这片土地的时刻，是见到了中国经济主权回收突围激进成功的曙光了的。那他应该会微笑吧。朱镕基同志一定是100年来中国经济史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国经济在险滩航船阶段最具有前瞻性和魄力的掌舵人。在他的主导下，我国完成了堪称上下5000年来最成功的税制改革——94年分税制改革。它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和平地重构了已经失衡的央地利益格局，且带来了更上一层楼的经济繁荣的变法改革，其伟大之程度远胜于汉代推恩令、唐代两税法。我相信后世千百年间，94年分税制改革的功绩也一定会愈发闪耀。也是在他的主导下，我们承受住了冷战之后最具有毁灭性的一场金融冲击——97年金融海啸，对整个亚洲货币和先进产业的血洗，可以说是历次美元攻势里最灾难、最冷血的一次，最刨根扒皮式的冲击。至今东南亚国家尚难以恢复，香港当时得以被保全，如今已经恢复成为了赶超新加坡的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全球离岸人民币的心脏枢纽。还是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加入 WTO， 开始了加入全球分工，从量变到质变，现在掀了西方技术产业垄断的桌子的浩荡征程。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前赴后继，没有辜负这位经济舵手在关键时刻做出的正确选择，这位人民的好同志也没有错过今时今日民族的伟大复兴造就的盛世光景，这怎么不算是一种圆满呢？如今大家思考的问题很多是我们还有哪些卡脖子的领域，金融市场何时才能克服自己的恐高症，就业民生这些问题如何得到高科猛进的科技行业的反哺。然而呢，30年前中国面对的经济难题是怎么活下去。冷战结束之后，从政治上我们必须要走向世界，否则固守着意识形态壁垒只会越来越孤立。经济上，建国40年后，计划经济的效率天花板已经到来，只有采取更高效率的市场化模式，组织生产和资源的流动，才能继续让这10几亿人口发展下去。可是市场化的大门打开之后，会发生怎么样的冲击？要如何处理？财政要怎么办？银行要怎么办？国企要怎么办？政府要怎么办？房地产要怎么办？中国又该怎样的真正进入全球的市场？这些问题远比一句搞市场经济复杂得多。因为每一个问题背后都连接着庞大的既有利益，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和亿万的黎民百姓，以及一个还远谈不上成熟的中国的市场体系。朱镕基工作的主要时期，恰恰就是中国开始啃这些硬骨头的时代。要理解朱镕基同志，首先必须理解199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92年邓公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的发展热情迅速释放，投资上项目建开发区，搞地产。各地经济快速升温，增长很快，但问题也随之到来。投资过热，信贷扩张导致货币超发，恶性通胀快速增长。很多大城市的通胀能到22%到24%左右，而且还是粮食的价格涨幅最为剧烈，甚至一度高达50%。居民的收入跟不上通胀，尤其是跟不上食品价格，甚至要提前开始囤积物资。居民的储蓄购买力都大幅缩水，各种社会问题也开始显现。同时，因为它是恶性通胀，刚性支出挤占了正常的消费，企业的成本又上升，进而就形成了最致命的死亡循环，企业亏损，员工失业，经济失速。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改革当然不能停，但如果经济彻底失控，高通胀反过来又可能摧毁改革所需要的社会基础。93年，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并开始全面参与经济整顿和金融改革。真正困难的地方是既要踩刹车，又不能把发动机踩熄火。如果简单的行政收缩投资，很容易让整个经济骤然降温。如果什么都不做，通胀又可能继续恶化。此后几年，中国采取了加强金融管理、整顿投资秩序、压缩过热项目等一系列的措施，结果就是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完成了一次非常罕见的软着陆，通胀明显回落，经济没有陷入严重衰退。后来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评价这段历史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1995年到1997年中国经济过热逐渐得到了控制，并没有失速，还实现了举世罕见的软着陆。而真正的考验其实还未开始，就是在这次调控市场化带来的过热问题过程中，朱镕基同志就感受到了主席当年说的手里没把米鸡都叫不来的捉襟见肘。
从1990年开始，当时的中央财政就十分困难，因为呢，当时实行的是地方包干制度，就是中央和地方事前约定好啊，今年交多少钱，剩下的都是地方自己的，以此充分的调动地方的经济积极性。但是相应的，重要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这个比重啊，就不断的下降。到1993年的时候，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降到了22%了啊！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国家如果中央财政能力不足，很多事情其实是做不了的。跨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做不了，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能力有限，大规模抗灾、扶贫、国防、教育投入都容易受到制约。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调节地区发展差距、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能力会被严重削弱。在处理1993那一轮通胀的过程中，其实就相当的捉襟见肘，进而导致整个的治理过程凶险非常。于是这位掌舵人亲自操刀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背后，是已经担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亲自带队带领着由体改委、财政部税总局等部门组成的60余人小队，先后走访了17个省市自治区，经历了70多天与各地省委书记、省长面对面沟通解释改革方案之后才实现的。政治并不是大家以为的发个文件地方就执行了，这背后是地方数万亿规模的实打实的利益的上交，这实打实的利益背后又是一群垄断着资源和地方事权的群体。文件上的寥寥几笔背后往往是波谲云诡的较量和博弈，其中种种不足为外人道也。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切地方的蛋糕一直都是动荡甚至彻底衰败的开始。然而94年分税制改革，朱总理凭借着自己的政治智慧、面对面的沟通、精巧的制度设计，兼顾部分地方利益以及极大的个人魅力与魄力，成功的推动了这场1000年内最成功的央地分权变法，奠定了一直运行至今的我国的财政运行基础。从中国现代财政史的角度来看，它完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重新建立了一个大国中央政府该有的财政能力。后来中国能够建设跨省的高速公路、高铁、水利工程，能够进行西部大开发、扶贫、转移支付，也能够在重大危机时集中财政资源其中的一个基础条件就是中央财政能力的重建。有些改革并不会马上变成 GDP， 却会变成一个国家几十年的治理能力，分税制就是其中之一。随后我国的经济只经历了2年的稳定发展期，就迎来了那场至今回想都依然惊心动魄的1997年亚洲金融海啸。事情得追溯到1990年，冷战基本宣告了美国的胜出开始。美国挟天兵之威发动了海湾战争，当时美国也是通胀高企，而当时的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深知，只要美军战事顺利，中东乃至全球的资产都会换成美元来避险，油价必将回落，于是就表示通胀只是暂时的。1991年1月开始连续降息了275个基点，结果美国的通胀果然缓解，而这漫灌的美元则潜伏进了亚洲国家的资本市场。等到了1994年，联储开始了暴力拉升利率，到1996年的时候，泰国的外汇储备就已经开始告急。97年初，国际炒家开始了围猎泰铢，泰国央行耗尽了90%的外汇储备，仍然无法稳定汇率。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泰铢单日暴跌17%，危机正式爆发。实际上这个时间点很有意思，7月之前，索罗斯等对冲基金在东南亚就已经快收割完毕了。大家看到的崩盘的时点是庄家自己选择的高位离场的时间。7月1日香港回归，7月2日他们剑指港币，本质上无异于我们刚把被拐的孩子接回家，他们就凭借金融手段冲进咱们屋里，要把这个孩子废掉，其心可诛。当时朱总理掷地有声的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他预判人民币贬值会引发亚洲货币的竞相贬值最终会反噬中国的出口和金融稳定，得不偿失，并且表示中央坚决支持香港的联席货币制度。港府当时其实也非常被动，刚完成权力的交接，很多维度都是真空的。但是从回归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明确表示了对香港的坚定的支持，等于说我以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背书港币，实际上我们也做到了。一旦有了人民币不贬值的背书，其实就给香港争取了时间。国际炒家对港币的围猎一直持续到了98年的3月，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在全国的两会记者会上当着全世界说出了那句特别著名的话，他说，如果在特定情况下，万一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席汇率制度。
最后在8月28日国际资本对港币的总决战中，中央明确承诺随时动用外汇储备，香港需要多少，中央给多少。国际炒家的资金总量啊，它是有限的，他们原本以为只要耗光香港的820亿美元，就能像赢得泰铢那样大获全胜。然而再加上我们中央的这1400亿的外储，炒家的信心啊，直接就被击溃了。整场这个货币厮杀之中，中资的券商、银行、中资的上市公司集体冲进了这场不见硝烟，但是鲸吞财富于无形的战场。背后的朱总理凭借着惊人的魄力和决断，击溃了这场居心叵测的进攻。随后事情发展到现在，今年6月，香港离岸人民币结算金额首次超过了美元和港币，正式宣告成为全球离岸人民币心脏和亚洲未来最具有影响力的金融中心，甚至都没有之一。老人家应该知道这件事吧？如果朱镕基总理的前半程是带领着中国经济的大船穿过风浪，那后半程就是为中国经济开辟出驶向未来的航道，加入 WTO。中国的复关和入世谈判是从86年就开始的，整整持续了15年。谈判之艰难啊，以至于周总理后来形容就是从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为什么加入 WTO 如此重要呢？因为它不仅仅意味着出口商品可以卖到更多的国家，真正重要的是中国主动把自己放进一套全球贸易的规则里。关税要降，市场要开放，知识产权要保护，政府管理要更透明，国内那些过去依靠行业保护才能生存的企业，也要面对全球的竞争的冲击。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大胆的改革策略，甚至可以说是用一定的经济主权换取未来的发展空间，打开我们发展的这个天花板，用开放倒逼国内改革。在当时这个决定是充满痛苦和争议的，然而温室里养不出可以横扫四方的产业战狼。看看现在印度那个工业化的惨状啊，真的长痛不如短痛，一直都是改革里的金玉良缘。周总理在入世谈判的最关键阶段做出了极为重要的决策和推动，于是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之后7年之内，我国成为了世界第3大经济体、第2大制造业国家、世界工厂。在08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一路高歌猛进，09年成为了全球第一个复苏的主要经济体。美国开始警惕，试图寻求制造业替代，然而无论是他们选中的印度替代，还是后来的有岸外包，都没有成功阻挡中国制造的脚步。直到我们现在在 AI 产业链上开始与之一较高下，同志们没有让他失望，或者说他一直都相信自己的同志们就是有着赶叫日月换新天的胆魄和能量。改革它不会是没有阵痛的，其复杂的线性的发展过程不是10几分钟的视频可以概括得了的。但是朱镕基同志波澜壮阔的政治掌舵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破除万难、披荆斩棘、众志成城、自强不息的奋斗的历史。历史不是他一个人造就的历史，但它是整个历史走向中很关键的那个推动的力量。很多制度今天已经运行了20-30年，运行久了，大家很容易觉得他们本来就是如此的，但是历史从来不是本来如此。今天觉得理所应当的东西，往往都是上一代人在某一个艰难的时刻做出的抉择。2026年8月12日，朱镕基同志走完了98年的人生，一个属于他的时代已经彻底成为了历史。但如果未来的人重新翻开中国经济改革史，上世纪90年代仍然会是无法跳过的一章。在那里，中国真正开始从一个高速成长，但制度尚未定型的转轨经济体，走向一个更加完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而在那段最艰难、最复杂也最需要决断的岁月里，有一个名字会被一次又一次的反复提起，朱镕基。他曾经参与推动的许多政治改革，后来都融入了这个国家日常运行的血脉之中。这或许是一个经济改革者最厚重的纪念。同志千古，我辈仍需努力。